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君杰老师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种生活？什么生活呢？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，睡觉睡到自然醒。这种享福的好命。那在我们的紫微斗数来讲的话，看一个人福报好不好，主要是看福德宫。那当然，福德宫呢不是只有这么简单，福德宫还看什么？看一个人呢这个内在的思维是怎么样，还有他的理想想要做什么事情。还有福德宫在我们四化派呢，它是一个看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会想要自杀一个很重要的宫位。那在这个影片呢，我会用上课的实际命念呢，讲解如何用福德宫来看他祖先坟墓的风水，对这个命主个人造成这个命运好坏的影响。还有呢，影片最后呢，我会讲解论命要达到的3个层次，所以请大家记得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，不然就太可惜了。那请大家记得要怎么样呢？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才会收到我更多这个最新的这个教学的一些内容的影片哦。福德宫刚才讲到那个今天那个新闻很重要的新闻哦，也是替到惋惜了哈。应该也是那个事业压力大了，因为做餐厅嘛，做餐厅呢，听说4间倒剩1间，哎，所以有时候人哦，不知道怎么讲。所以有时候觉得我们学算命真的人当然是要努力要生活，可是有些东西如果你有些重要的事情，还是先找老师算一下命，你的运势到底适不适合做生意？不适合做生意就真的不要硬去做。我们可以钱少赚一点没有关系，可是我们能够平安顺利的过我们人生就好了。运势可能不好，结果呢，因为有一些因素硬要做生意，结果搞到最后钱也没赚到啊，就甚至连都发生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很不值得啊，很可惜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学算命真的其实趋吉避凶。我希望你们好好学好之后，又真的有能力有缘分帮人家兼差，或者像我一样当个职业命理老师，都要指点人家趋吉避凶。让人家找你算命之后呢，让他能够心里有个希望，然后呢，真的有些不该做的事情呢，尽量跟他讲说，现在时间不适宜，真的不要硬去做，硬去做反而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也算是救人一命嘛，胜造7级浮屠，甚至有时候不是救一命啊，救了一个家庭，是2个家庭所以真的学这个也算是一个良心事业啦，希望你们以后学这个命理也要这个概念如何去帮助别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像这个福德宫有自化忌这个知道就不好福气受损。还有福德宫就是思维、思虑、内在的思虑、想法、理想，所以天生容易忧虑跟劳碌，因为福德宫自化忌，福分受损就是劳碌命嘛，没办法享福嘛，对不对？是劳碌，这种劳碌的话是劳心不像极恶宫呢，可是身体劳累，比如说做副偏打每天骑车跑来跑去的去做生意，再说身体或者那种工厂，不是工厂那个工地的工人就让身体去劳动去工作赚钱。这种福德宫化忌的是劳心，就是头脑一直想很多事情，劳心跟劳力不一样福德宫是劳心。好，所以这个已经知道这个状况，然后我们再看化忌有人，然后看他为什么容易劳碌忧虑，就要看化禄，化禄为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看这个丙同、天同化禄在奴仆宫，所以原因是因为跟朋友跟众生有关，朋友跟众生，所以这个为什么劳碌才要找人找朋友啦，聚会啦，演讲啦，做生意啦，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前面也是一样，他事业是跟朋友有关，因为这关系，所以没办法轻松每天要去很多聚会找朋友这是一个，所以福气受损，第一个是跟朋友有关，跟众生有关，还有跟祖先风水的水路有关。这怎么这样看呢？原因是这样子，在我们的这一个紫微斗数命宫是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上一代对不对？上一代是父母亲、父母，所以有个父母宫。好，再来父母的父母，就是父之父，就是祖父，
就是福德宫，所以福德宫就是代表祖先。这有没有问题？祖先，所以有些人说，这个我常碰过，老师啊，感觉好像我体质比较敏感，常常我梦到祖先来跟我讨，有没有？祖先来跟我讨，就做梦梦到祖先说啊，这个我没钱啊，烧些金子给我，有没有？祖先来讨，或者说什么啊，这个觉得自己好像祖先跟着他，他运气不好，或者呢这个身体健康不好，祖先就是看福德宫这了解吗？福德宫祖先的状况。那为什么说祖先的风水的水路？祖先风水的水路就是祖坟呐、为什么？因为它飞出是到奴仆宫，奴仆宫什么转宫？如果以福德宫当命宫，奴仆宫什么？是不是福之田就是什么？祖父住的房屋嘛，福之田嘛，所以叫做祖先风水，这样懂吗？所以祖先牌位可不可以看？也可以看。有些问题是祖先的牌位，像很多啊，祖先牌位写的不对，或者祖先牌位没录到那一个公妈康的类，所以祖魂那个祖先的灵魂不安宁，可不可以看？也可以看。所以说，我们紫微斗数，当然我们尽量不要讲一些好像说跟这个灵界有关的，好像感觉会迷信。那可是事实上，在紫微斗数能不能看？可以看，而且有道理。怎么看？我们都是有根据的。比如像这个就是祖先这边飞出奴仆宫是这个福之田，所以叫做祖先的风水。为什么讲水路？为什么讲水路？因为是丙同天同化禄，天同五行主水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？我有讲过，基础班讲过，天同主水，跟水有关，所以说水路就是祖先坟墓，它外面的那种坠楼啊，风水有问题，比如说流破先后天，那这要去看祖先的祖坟才会知道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去看祖先坟墓，那就怎么样？看能不能调祖坟的风水。祖坟风水调之后，那对他先天福德有损的，就可以有个化解的帮助。所以他跟你们讲说，我们学命理，你要算得准，算得准只是第一步，算得准只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你要知道说他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，比如说，就是好像我们人为什么生病，你要能够找得出来他生病的原因是什么。第三个就是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，这个宫位有问题原因是什么，你要找得出来。好，第三个，好，找到问题之后，你要怎么帮他调整化解，这叫第三步。所以，比如说像这个祖先风水水路的问题，如果他愿意请我们去看，好，看这个问题调整，那调整之后，那就可以减轻他这个福德宫有自化气的问题。就让我们去找医生，你帮我看出了医生，没错，我确实是感冒咳嗽啊，那你要开药啊，把我的病治好啊，这才是一个真的有能力的医生嘛，有本事的医生嘛。所以，如果以后你们有缘分有兴趣要走这一条路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有办法做到第三步，就是除了算得准，找到原因，还能够帮他化解，把人家的病治好，这样才是一个功德一件这样了解好，所以呢，我这边写说，如果你命跟福德宫互为提供，代表自己会帮忙布施朋友众生，就是因为化禄嘛，对不对？福德，我把他的福去帮忙朋友众生，因为是化禄，好的钱福气给众生。他也会呢照顾自己兄弟母亲，为什么？因为化禄到奴仆宫是会照兄弟宫，所以把自己的福分分出来照顾母亲跟照顾自己的兄弟，就这样看，这样了解。好，欢迎大家呢，如果有各种关于这个命理学习啦、道法符咒还是开运人生各种疑问或者想要跟我交流的部分呢，欢迎都留言，那我尽快呢回复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